一位日本专家的发言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是中国人的愤怒。他宣称，一旦日本岛因海平面上涨沉入海底，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 1.3亿日本人。此言一出，立刻引来中国网友的怒斥。在这般亡国灭种的灾难面前，日本人想当然地想到了举国迁移至中国领土，并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逼迫中国，利用中日一衣带水的关系绑架中国，要求我们必须为日本的处境分忧。那么，日本未来真的会沉入海底吗？如果这一天到来，中国又将会作何选择？1973年，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创作出科幻小说《日本沉没》。这部作品不仅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据此改编的同名灾难电影更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该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在深海考察期间意外发现日本东部海沟出现地壳活动异常情况。他据此预测日本四岛将会出现强烈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重大自然灾害，并最终引发日本诸岛的沉没。电影上映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日本沉没成为民众屡屡谈起的话题，甚至被科学家列入重大研究课题之一。而经过日本科学家的细致考察发现，小松左京在书中的预测和描述并非空穴来风，日本理论上的确存在沉没风险。一旦这一天来临，日本列岛上上亿国民将何去何从，便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日本人的选择是将责任和负担完全抛给中国。日本专家想当然地认为，中日两国有着长达上千年的关系，在如此重大的国家灾害面前，中国人理应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日本伸出援助之手，必须为上亿日本民众提供一个安家之所。站在客观角度而言，邻国发生亡国灭种般的特大灾难，中国于情于理都不会坐视不理，但日本人强势凌人、理所应当的态度却十分令人厌恶。因为对方没有顾及上亿移民将带给中国的后果，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治安问题、社会成本、民族矛盾等等，统统不在日本人的考虑范围内。对方使用了必须接受这样的字眼。不过，更令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是，日本人没有考虑到中日两国近代历史无法抹除的仇怨，或者说，日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曾经对中国犯下的血债。中日两国曾一衣带水不假，双方交往历史绵延上千年。近代社会以前，日本一直是以学生的身份自居，学习中国的文化，接受中原王朝的恩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莫大恩惠。接触中国之前，日本人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南北朝时期，在全盘接收汉字的基础上，日本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字体系。到了近代社会，率先展开明治维新的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一时期，二者转换身份，中国成了学习者。纵观两国千年交往史，友好和平、互相学习一直是主旋律。直到日本军国主义上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人在崛起后竟恩将仇报，将侵略之手伸向了曾经的师长友人。甲午海战，日本拉开对中国的侵略序幕，后续的八国联军侵华、辽东半岛、东北，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空前膨胀，尤其是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的民族劣根性在这一刻更是彰显无疑。侵华期间，日寇对中国犯下无数血债。9·18事变爆发不久后，日寇就在长春活埋了200余名中国俘虏。同年11月，在齐齐哈尔捕杀中国数百名伤兵。1932年9月，制造抚顺平顶山惨案，屠杀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1937年12月13号，日寇更是血染南京，将30万平民屠戮一空。8年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人的屠刀从稽查镜挥到山东，又从苏皖看到中原腹地，期间至少有318万无辜军民被杀害。更惨无人道的是，日寇还无视国际法，悍然将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用到中国军民身上。731、100等特殊部队通过极其残忍的方式屠杀2万余名中国人民。从1940年开始，日寇开始将细菌武器、化学武器投入战场，感染力、破坏力极强的霍乱、鼠疫等恶性细菌被日寇撒向华北、华中、川渝等广大地区，数十万居民在病毒的折磨中惨淡离世。在中国民众的居民区，日寇还频繁释放毒气，向井水与河水投毒，18个省区的近10万民众因此丧生。1945年日本人投降时，尚在中国各地留存了200万发毒气弹。日本人惨绝人寰的行径早已超脱了战争的范畴，是对中国人赤裸裸的屠杀，是想要将中国亡国灭种，彻底占据中华大地。最可恨的是，战后日本人对此却矢口否认，甚至至今没有向中国正式表达过歉意。2000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访日本，在一场电视对话上，朱总理与来自日本各界的民众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聊天。期间有一位民众代表发问：中国人为何总是揪着日本道歉？你们想要日本道歉到何时？前一秒
还在与民众谈笑风生的朱总理立刻变了脸色。他严肃地指出，我必须提醒你的是，日本从来没有正式向中国人民做出书面文件的道歉。的确，几十年来有关日本道歉的政府文件只有2个，一是1972年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二是1998年中国国家元首访日时两国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与周总理谈及侵华战争时，对方竟使用了给中国添了麻烦这样的字眼。次日的中日首脑会议上，周总理极力要求田中角荣修改措辞，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歉意。毛主席也严肃指出，添了麻烦的说法是在将水泼湿了对方裙子时使用的，中国人民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在中共中央的抗议下，田中角荣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使用了反省一词。1998年11月，中日展开首脑会谈，日本政府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愿景，希望就新世纪两国关系交换意见，使中日交往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然而，日本人仍旧罔顾侵华事实，在谈及中日近代恩怨时遮遮掩掩，不愿正式发动侵略战争带给中国民众惨痛灾难的事实。在双方签署的联合宣言中，日本人再度使用了反省，而不是对不起。直到2001年10月8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来到中国访问，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歉意，小泉一下飞机就赶到了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在现场的谈话中，他对中国人民表达了道歉和哀悼，并首次使用了 owabi 这一词汇。在日语中 owabi 有道歉谢罪的意思。至此，日本政府在向中国人民道歉一事上才算有了进展。不过，这也仅仅是小泉个人的口头道歉，日本政府并未出台任何正式的文件道歉说明。与德国总理勃兰特的惊天一跪相比，小泉口头上的一句 owabi 实在太过无足轻重。更何况，小泉的造访并不是基于日本政府首脑身份，身边没有中日高官陪同，更像是私人参观纪念馆时的一句有感而发。所以，中国人有理由认为日本没有道歉的诚意，或者说根本没有道歉的打算。因为就在小泉回到日本的2个月后，他便公然以首相身份进入靖国神社参拜，且不止一次无视中国警告，接受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的造访。截至目前，日本政府仍旧没有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台湾这张对付中国的底牌。在日本人的教科书中、媒体舆论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对战争的道歉和悔恨，更别提政府的书面道歉声明。现如今，日本更是站队美国，屡屡进犯中国岛礁，在中国海洋主权边境线附近反复横跳，俨然没有丝毫忏悔之意。虽说当下的日本没有被军国主义掌控，但军国主义残留思想仍旧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日本人。只要这种思想还存在一天，日本人就绝无道歉的可能。而在日本明确表达对战争的忏悔、对中国人的歉意之前，中国绝不可能接受一群军国主义分子、侵略者的到来。站在科学的角度，日本列岛的确存在沉入海底的可能。如果换作其他任何一个邻国，中国人民或许都会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施以一定的援手。即便是没有道歉和悔过的日本，中国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坐视不理。但日本专家一句必须接受日本民众的宣言，彻底断绝了中国元首的最后一丝可能。从日本人的发言中不难听出，他们对侵华战争没有丝毫的悔过，甚至怀疑战争的真实存在性。可对中国人来说，侵华战争这笔血债是民族之耻，10几亿国人永远的心头之痛。在日本人没有彻底认错之前，中日之间绝无放下芥蒂走向新未来的可能。至于接收日本人到来，更是天方夜谭。俄罗斯凭什么敢和半个世界为敌？俄罗斯敢于亮剑，主要来自3个底气。2004年3月29号，北约宣布了本组织的第5次扩张结果，接受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6个国家的加入申请。在北约方面公布了这则消息之后，俄罗斯的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都迅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来抗议北约的这一次扩员决定。然而，面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应，西方各国却不以为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从这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便逐步进入了与西方对抗的状态之中。从此以后，俄罗斯将直接以一国之力对抗半个世界。俄罗斯的第一份底气就来自于苏联为其留下的庞大军事能量。冷战时期，苏联红军拥有着足以跟美国抗衡的军事实力。根据多家西方媒体的估算，苏联弹头数量一度超过了11000枚。而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核武库里仍然保留着超过6000枚核弹头，而且这些核弹头里大多都是杀伤力更为强悍的氢弹。另外，苏联时期建设的大量军工产业也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继承了这些家当的俄罗斯不仅可以源源不断地研发新武器，还能将本国生产的武器用于出口。直到今天，包括印度、埃及等地区强国都是俄罗斯军火企业的主要客户。
许多年以来，俄罗斯的军售总额一直维持在280亿美元之上。这样的军售规模虽然比不上世界军火巨头美国，但也足以彰显俄罗斯的军事大国地位。2013年10月10号，俄罗斯从著名的导弹发射基地卡普斯金亚尔发射了一枚经过改进之后的白杨洲际导弹，结果这枚导弹完美地命中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一处标靶。可以说，俄罗斯在全世界的面前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军工研发能力。比起乌克兰、爱沙尼亚等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小国，俄罗斯继承的苏联遗产大多也都是能够配套的，包括苏联时期的图波列夫设计局、苏霍伊设计局等领先世界的军事科研机构也被俄罗斯继承了下来。2009年，俄罗斯又宣布开始研制新的萨尔马特系列导弹。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这款导弹起飞时的重量远远小于之前俄罗斯军队准备的 SS-18 型导弹。这代表着俄罗斯已经逐渐从苏联解体的混乱局面中走了出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确令西方各国感到恐惧不已。然而，苏联时代留给俄罗斯的绝不仅仅是惊人的武器装备数量和恐怖的军工研发能力，俄罗斯令西方世界感到忌惮的也绝不仅仅是它的军事影响力。关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人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没有了苏联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大号的加油站，毫无影响力可言。这句话固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俄罗斯的看法，但它也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强大的错觉。虽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确是衰落了，但是这不代表着俄罗斯心甘情愿地沦为一个地区性强国。苏联时期遗留的强大政治影响力，恰恰就是俄罗斯的第二个底气。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还在世界各地经营着多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依然是俄罗斯拓展政治影响力的触角，让西方各国感到寝食难安。比如苏联在越南金兰湾建设的海军基地就一直被俄罗斯使用到了2003年，最终俄罗斯还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才宣布撤出金兰湾。2011年，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内乱，由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境内四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美国人在叙利亚故意制造内战，让叙利亚人互相残杀，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夺取叙利亚的石油资源。因为其总统小阿萨德是一个非常亲俄的政治人物，因此美国人必须穷尽代价将其从总统的宝座上赶下来。为了保住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甚至不惜直接派出飞行员和志愿军进入叙利亚的领土，帮叙利亚政府作战。在战争进行了整整8年之后，眼看着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都已经到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了，但叙利亚政府军还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顽强地将叛军顶了回去。如今，虽然叙利亚的战事还在持续之中，但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算是被勉强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美国人想要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中东和东南亚以外，俄罗斯还在非洲维持着庞大的政治影响力，包括西非的尼日尔和尼日利亚都曾经建立过亲苏的武装或政权。为了维持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政府甚至派出了雇佣兵在西非和中非一带活动。这些战斗力强悍的雇佣兵可以绕开正常程序，肆意颠覆某个国家的政权。目前，他们已经在非洲内部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控制区域。多年以来，美国、法国等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都曾经试图将盘踞在非洲的俄罗斯雇佣兵纳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之中，但他们的这些行为全都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抵触，使他们一直不能得偿所愿。当然，除了诸多的客观因素之外，俄罗斯人也吸取了历史上的诸多教训，以至于今天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民众都放弃了与西方世界媾和的想法。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与西方无比亲密的时期，但这恰恰是无数俄罗斯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段历史，因为它实在是太过黑暗了。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迎来了一个全面亲美的时代。由于俄罗斯的初代总统叶利钦是一个铁杆的自由派，俄罗斯在他的带领下几乎成了美国的小跟班。在经济上，俄罗斯进行了空前的市场化改革，一时之间，卢布的价值出现了连番跳水，无数普通俄罗斯人的积蓄就在这一轮浩浩荡荡的经济改革浪潮中瞬间蒸发了。随后，多家美国公司陆陆续续地进入了俄罗斯境内，开始大肆收购苏联时期遗留的国企和厂矿。整个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几乎都被美国人和西方资本家抢购一空了。看着支离破碎的国家，许多俄罗斯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被先前的自由派政客给欺骗了。西方和美国永远都不会让俄罗斯有真正强大的机会。随着叶利钦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传给普京，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开始逐步转向了东方。
尽管普京政府曾经试图与西方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但西方集团仍然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将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纳入了北约的势力范围。于是，自2004年开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博弈就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尽管美国联合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严格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却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当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并顺利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因为在西方国家加大对俄制裁的同时，俄罗斯迅速向东方的中国靠拢，中俄之间不但建立了为粮食贸易开设的专用走廊，甚至还开始在军事领域展开了多项合作。本世纪初，俄罗斯便加入了由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随后，俄罗斯又与中国、印度、巴西一起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组织。凭借这些举措，俄罗斯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因为西方的打压而被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了。到了2012年之后，由于斯诺登事件和克里米亚公投事件等诸多因素，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开始朝着恶化的方向一路狂奔。此时的俄罗斯已经相当于是在和半个世界为敌。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俄罗斯人却丝毫不慌。尽管与西方世界为敌，必然会受到一些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依旧支持总统普京的决策。也许在未来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俄罗斯和西方集团之间还会上演更加激烈的博弈，但俄罗斯的人民一定不会轻易向对手让步。这不仅关乎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尊严，更关乎到千千万万俄罗斯人的生存问题。历史的教训已经让俄罗斯人对西方集团失去了信任。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明白，到底谁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